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同样呢，收看我们《爱情保卫战》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有福气了！现在呢，打开你们的手机微信，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添加我们的天视福利官，参与看电视抽大奖的活动。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精心的各种各样的奖品，每一份呢都承载着我们满满的祝福和心意。赶快行动，赢取属于你们的甜蜜惊喜吧！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鸿。爱情是永无止境的，它不会因为走进婚姻而终止。大家好，我是作家陆琪。爱情是生活的科学，所以要好好生活，好好恋爱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在婚姻生活当中呢，情绪价值抵万金，只有接得住对方的情绪，才能捧住彼此的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情感疗愈团的嘉宾木姐。在感情里面没有正确的选择，而是如何把你的选择做正确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虚弱的人给出的爱呢是控制，而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允许。好的，再一次欢迎各位老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有请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张先生32岁，来自天津销售；李女士32岁，来自山西，全职主妇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在你眼里，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个甩手掌柜，为了孩子，我现在做全职主妇，他就觉得整个家都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总是逃避他当父亲的责任。他总是爱埋怨，一身负能量，处理不好婆媳关系，跟我爸也有矛盾。你们为婚姻尝试过什么改变吗？我们俩尝试过带着孩子离开我爸妈出去住，结果过得一地鸡毛。你们的婚姻处于什么状态？他不敢出去工作，不敢把孩子给我妈，感觉我俩走进了死胡同。我觉得我在他们家人的眼里一点价值都没有，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冷淡。听完了这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，瞬间有点压抑。全职宝妈，对，现在婚姻走进了死胡同，觉得感情很冷淡。对，是这样的，主持人。就开始的时候，我俩人没有那么冷淡。我们俩人结婚的时候吧，过得还挺好的。就是因为当时的话，我们家给了20万的彩礼嘛。我媳妇儿嘛也把20万带回来了，因为我当时的话是买车买房，就是给我们小家用嘛，对吧？我对她就感觉特别的惭愧，心里特别内疚啊。那段时间。后来的话，我就是做了一些这个投资理财，挣了点钱。我呢跟朋友一起做嘛，我也想的话，为了家的话多挣点嘛。当时就这个想法。我挣的时候没说我，但是后来的话，我就可能赔了10几万，对吧？这有赚有赔啊，就一直在埋怨我。当时都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他当时跟我商量这件事，我说这个东西咱们不要轻易触碰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，然后我们仅有的财产你一下全拿出去做了投资。但是的话，他之前的话就一直会念叨啊，我拿那20万的彩礼给你了，对吧？给你买车买房了，就总是去说这件事儿。你挣钱也挣不了多少钱，上来就说我，天天回去就说我，那还说啊我回山西吧，咱们俩人别过了，天天那样说，那我怎么着？我每天的话我不难受啊？那我不难受吗？我自己在家，你说我一个人，我一个孕妇，我也没法。我不是也想着让你过上好点生活吗？哎，你俩结婚多长时间了？我俩目前结婚4年了。孩子几岁了？孩子目前1岁半。谈恋爱的时候谈了多久结婚的？谈恋爱的时候大概谈了4、5年吧，然后结婚了。4、5年，那感情挺深、挺稳定的，走进婚姻。对，就证明这个婚姻走的还是挺谨慎的哈。但是后来您知道吧的话，还不仅这一件事儿。你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家是农村的啊。冬天很冷嘛，是那种调节的那种手动调节的那种暖气。然后我妈妈的话给孩子的话就是你暖和点啊，对吧？那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因为当时孩子出生我是剖腹产，然后婆婆呢就主动过来说帮我一起带孩子。当时的话那个医生出院的时候嘱咐了，孩子怕热不怕冷。然后回到家之后，我婆婆她把家里的温度呢调到60度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给她盖个大厚被子，导致她第2天早上起来，她那个眼睛那儿长满了眼屎。她肯定不想让孩子冻着呀。还不止这一件事情哈，还有更离谱的。当时我们去了医院，然后医生给拿了那个药膏，我每天都给他得抹这个药膏，
然后就是热的孩子是不是起那个湿疹了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在他们这个农村人眼里，他们觉得这个孩子长湿疹就应该用那个土偏方。我婆婆在我没有经过我允许之下，她抱着孩子去了旁边那一家，说那个老太太说了，那个土偏方那可以治这个孩子这个湿疹很有效果，然后她就过去给他抹上了，抹完这个他反倒是起的更多了。那当时就是你跟我着急是怎么说的？是因为说啊，你妈妈的话该偷着抹，对吧？然后你我觉得我作为母亲，我有这个知情权，对吧？他瞒着我去做，这只是一件小事。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行为，我只是觉得他这个行为，对吧？他这个行为很过分，我就接受不了。是我知道，但是的话，就每天我下班回来就一直说。那回有一次的话，我感觉做的稍微有点过分吧，什么？对吧？就是有一次的话，那孩子玩个小鸡什么的，然后就一直说，你买个小鸡，你看看把孩子弄的。那不是，那会儿孩子大一点了，我们在廊坊市区买了房子，然后正在装修，然后装修师傅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看一看该怎么弄，我就跟那个我婆婆请了半天假，我说婆婆，我说你帮我带好孩子，我说家里的家务呢，等我回来我自己做。我出去了，等我回来之后，我发现我婆婆她在那儿又收拾家务又洗衣服，把孩子呢就扔给了我老公的爷爷，然后我就看着孩子脸上到处是划痕，然后手上臭臭的，我就问他爷，我说他干嘛了？他说他让他玩小鸡了，然后我就赶紧带着孩子去洗手嘛。晚上到了12点钟，我摸着他身上特别烫啊，我就感觉他这个不对劲儿啊，我就让我老公我说赶紧拿个体温表来测，一测他39度4，哎呦把我吓一跳，我那会儿我都。我手足无措，我赶紧叫上他，我们就去了医院，去挂了急诊嘛。医生说这是属于细菌性感染，然后回来一直这个发烧干嘛？我就让我老公呢，就说跟我婆婆沟通一下，他就对我一顿数落，一顿埋怨。我不是埋怨你，那我爷爷的话他又不懂，可是他怎么跟他说呀？他答应我了，说我只有半天的时间，我只让他帮我看了半天时间，他怎么就能？那你那回的话还有一次什么呢？那有一次的话，你在冰箱上啪贴一个辅食表。那个是因为什么？他们老不你让人家一看的话，我们家孩子都。那他们老不中医嘱的原因，你们老不中医嘱，那是因为孩子1岁了，他长了8颗牙，然后他在我婆婆和我老公还他公公他们家的人眼里啊，就觉得孩子1岁了，长8颗牙，他就应该这个吃大人的饭没问题了，然后导致孩子老去医院，他积食，9个月可以吃点鱼肉啊，吃点肉都可以的。现在好多小孩都在吃鱼。谁告诉你的？你不要辩解了，反正你爸妈做的都是对的，他都是错的就可以了。对，我就跟个外人一样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我跟他们讲不清道理，我就做了一张辅食表，而且我那张辅食表是根据这个儿保医生给我推荐的，我就跟儿保医生咨询了，然后人家给我推荐的，我做的。做完回来之后，我婆婆他们坚持了5天吧，又开始喂孩子这个大人的饭，我就很无奈，真的有时候特别心疼。你为啥不自己喂？因为这个我做饭很不擅长。然后我就很无奈，不仅这一次，那一次的话，就是我老公让我先去吃饭，我们吃饭需要换着吃嘛。然后他就看着孩子，他带孩子去那个大厅里，然后就把他放到沙发上，然后他自己呢就去拿手机，拿手机一瞬间过来把孩子栽到地上了，就从沙发上掉地上了。然后那一次我听见了，我过来我就跟他说了一句，他就把责任都推到孩子身上了。我觉得孩子磕磕碰碰的话也很正常呀，下回小心点不就行了吗？是正常。那回来的话，你又跟我吵架，又摔茶杯，又摔碗的，那。哦，别过了，又回山西了，又回老家了，那干嘛呀？跟我说，我肯定改呀。那是我的问题吗？你们干嘛不用心？这么小孩子你就让他遭这么多罪，你不心疼吗？好像不是你们家孩子一样。我没想让他栽下去呀。反正我们就有时候谁带孩子不小心，我们就非常没法沟通了，就沟通不了，我都不想跟他过了，就因为这件事情，我都不想跟他过了。我就这些事情。你们俩现在还在婆家住吗？我们俩现在在。我以前的话，我们俩人就是说尝试过自己出去过海，出去过咋样啊？不是太好。我妈那边的话，因为有的时候总是拿我去做传话筒，然后让我去说，你说我这么大人怎么说，对吧？然后她说行，别让你妈管了，对吧？然后回来我们俩出去吧。我当时的话一直在廊坊工作不嘛，然后在廊坊附近我就租了个房子，我们3口人出去了之后，总是觉得我下班晚不回来，然后逃避。我感觉当时的话，他是有点产后抑郁的。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他当时说，我和他妈妈关系紧张，然后他说我们出去单顾，然后我们住的那地方离他公司特别近嘛，总共就几分钟的路程，
然后她下班呢频率还没有回老家的那频率高呢，就是不是回老家的频率高啊，我下班之后我跑我滴滴，是最起码买菜的用我吧，对吧？咱们自己出吧，是没错。我自己一个人上班。你是下班了之后还会去跑滴滴，再赚点外我下班之后快是吧？我中午还给他做饭呢，晚上做完饭我去跑我滴滴，但他有时候啊挣点钱，对吧？挣点钱的话，咱最起码够买菜的呀。他有一次他带他朋友回去，然后他做完饭，他们吃完了，我在那儿喂孩子呢，他就和他朋友去次卧那儿，然后谈笑风生，然后聊天。我在这边喂完孩子，我还没有吃饭呢，然后我给你做饭了呀。对他朋友没有办法说他。我同事来到家里，人家来到家里，我得客气点呀，我还得陪陪人家呀。是，我觉得你为啥不做饭？因为我顾不上，那会儿还小，我们去廊坊那会儿孩子才刚刚5个月左右，顾不上做饭，再加上你厨艺不精，你刚才说到你不会做饭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你丈夫每天上班下班回来专程为你做饭，这是事实吗？好，那我当时的话，我还难受呢，对吧？停，每天的话就说你下班之后不回来，对吧？停，我怎么了？我抽根烟的时间我都没有。可你也没对我孩子上心。我感觉我挺委屈的，对吧？你怎么委屈？说吧。我每天回来，我当时就想着为了家分担，多赚点儿，哪怕多赚几百块钱。你看，又是房租，又是房贷的压力。那孩子的话，以后大了喝个奶粉什么，当时是为了母乳嘛。我当时想的话挺多的，其实我想着多分担一些，然后很努力的在生活。回来就一直埋怨我，我下班之后我压力我也很大，然后我俩就商量的话，那就别在这儿住了，对吧？就回老家吧。就回老家呗，因为之前的时候跟我妈就遇到很多矛盾不嘛，刚出生的时候，回老家之后的话，我妈妈心里也有隔阂，就是很简单，她带的孩子，然后我妈妈做饭收拾家务，对吧？很正常吧。然后她就觉得，我妈妈给她收拾家务的时候，把被子呀或者钱包呀。给他放到不知道的地方了，找不着了，可能是家庭观念问题吧。我婆婆她就是动我的柜子，我也就算她是好心，但是我婆婆她记性不好，她随意翻了我柜子，她把我那钱包什么东西给我放了，我问她的时候，她又想不起来，然后我找半天左右我才能够找着。我妈妈当时的话就跟我说啊，你别让你妈妈翻我柜子了。那你是这样说的对吧？让我跟她去说，我说我怎么去说呀？那是你妈妈，不是我妈妈。你说但是我妈妈就是想着。他当时就是想着那个给你收拾家务，就很正常的去整理。我说你跟妈妈商量商量，我说别让他动我的东西，因为他记性不好，他放了之后，我有时候急用东西我是找不见的。你说的话，你别让你妈妈翻我柜子，对吧？晚上跟我大吵一架，当天晚上的话，那街坊邻居都听见了，吵架。又摔茶杯，让人家怎么看呀？街坊邻居谁摔茶杯呀？当时是我摔的，我确实是我摔的。我还以为就是说你是摔，我非常生气，因为我感觉我老公他情绪有时候特别不稳定，他不管谁在场，把那个事全都怪我身上，然后回来说我传的不好，然后怎么样的，那街坊邻居都听见了，回来我就很生气，对吧？孩子也哭了，让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看？你说是？你除了跟婆婆有矛盾，跟我爸也有。那会儿的话更搞笑，那会儿我们刚结了婚没多久，我老公他就想去我们老家那边看看，说是看有没有机会。然后走之前呢，我就吩咐他，我说你一定要跟父母说好，一定要告诉他们一声。然后我们就走了。什么机会？就做事业，对，创业，自己创业。我会做饭嘛，想开个小餐馆啥的这样。走到半路上，我公公就打过电话来，然后他就一顿对我埋怨。他上来他就说：“你怎么把我儿子拐跑了？”当时我就确定我老公没有跟他父母说。你说了吗？我当时没说，因为我感觉的话。都这么大了，然后我就说的话，我可能出去几天。你们就只是先去看看有没有对，就了解一下。但是我公公上来的话，他就对我误解特别深。那也不怨你公公，因为你公公确实不知情啊。然后回来之后还什么呢？他半年没跟我爸说话。那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很尊重我公公。但就是因为我爸看孩子的话，都得趴窗头看一眼，他看自己孙女都不行。那不还有你呢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当初的话，你爸来了，我是说了，我开门，我说是让他进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公公就因为那件事情，他对我误解特别深，半年不说话。对我公公几乎不过来我这边，从孩子出生趴墙头。不，孩子出生，我公公都没有去过。然后你跟婆婆的矛盾也是从生完孩子之后开始产生的，对，我们之前都挺好。现在你们还住在你们原来离婆婆很近的那个房子里是吗？现在我们是对暂时住在，因为那个买那房子还在装修。现在跟婆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状态？跟婆婆怎么样？反正现在目前就是总是吵架，然后一回来的话就跟我吵。
就是前些日子，还有一次的话，我妈妈可能看着孩子，就是不小心的话，就也是磕着了一下，对吧？然后的话，在中间的话说的挺那什么，我妈妈就也哭了。我这么远嫁过来的话，为什么你每一次说话都这么夸大其词，都像你爸妈呢？他好些时候他就是夸大其词。那确实是事实啊，这东西。我跟我婆婆从来没有说是正面冲突过，我都是让她说。既然那个你的妻子没有跟婆婆直接冲突，那这个婆婆哭是怎么回事？就一直念叨嘛，念叨别把孩子别摔着了，你小心点儿，怎么样的。那我妈啪的一下，哎呀，你孩子真看不了了，这么多事儿啊。反正也确实是你说的还是妻子说的？她说的。对呀，那你用了什么语言去把你的母亲给说哭了呀？这是你表达方法的问题吧？我有点表达方法，所以你不能都赖你妻子啊。我抛开你们爸爸妈妈不说啊，我们就现在好好认真的问问自己，你还爱你老婆吗？我爱。妻子，你还爱你老公吗？爱。我就是这么哭着说，我就是觉得的话，他有的时候特别爱埋怨，您知道吧？那有一次的话，你说我也是看他的话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看孩子，不跟外界接触。然后我就是说我带我朋友来家里吃个饭嘛，我们那个天津人嘛，就爱开个玩笑，是吧？说个相声啥的，类似于。然后那个我朋友的话来到家里开个玩笑，你那个鱼啊做的不好，然后盐少放了。然后拿的这个酒的话，可能没有那么高档，就开个玩笑说一句而已。但他那个朋友那个态度，就搭着二郎腿，就跟教训这个孩子一样。我觉得他们不应该用这种语气跟我老公说话，他毕竟辛苦的在给他们做饭，我都受不了，我就感觉特别委屈。我说你怎么能听了？甚至他朋友有时候就会说他，就是你娶的什么媳妇儿呀，什么也不帮你做，也不帮你打下手。你说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给你怀孕，你还看我手机？那就是我们跟朋友的话，对吧？那就是那他刚才说的话，就只是我们在群里，我们有小群，就没事聊个天儿，闲扯淡而已，你知道吧？就反正这都是同一个朋友是吗？不是，就是2、3个朋友。就朋友说的就是你的发小是吧？是发小，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聊天，我就感觉他们说话我觉得没有那么他们夸你的话，你看到了吗？有夸过你吗？没有，人家不也夸过吗？真漂亮。就是见面的时候，当面的时候，他一定夸过你。不是当面夸背后损，这人不行啊！你自己在群里面有吐槽你媳妇吗？这个很重要。我没有吐槽。今儿这俩人，感觉站台上都够委屈的，每个人是一肚子的委屈，都感觉这个委屈都已经宣泄不出来了。确实，这日子可能过到现在稀里糊涂、一地鸡毛、鸡零狗碎的，所以真的今天需要各位老师帮他们好好的梳理一下。我先问一下李先生和乔女士，你们听完他们的故事有啥想说的吗？我觉得他俩沟通有挺大问题的，就是不管是他们俩互相之间的沟通，还是跟父母的沟通。我就是觉得这个男士吧，可能性子还是比较急一些，如果性子再稳一稳呢，可能还是能减少一些矛盾。谢谢二位啊！哎呀，接下来就拜托各位老师了。婆媳矛盾关键在丈夫，你让他去传话，传的可能都是原话，传的可能都是情绪，而且让老人更加感觉这个媳妇不好。当然，我也能够理解做丈夫的，他既要顾及妈妈的亲情，同时也要保护妻子的爱情。我们说做婆婆的，如果疼爱儿子，她会主动忍让；但是做妻子的，如果疼爱丈夫，也会主动和解。你也没去做，所以你们现在的婆媳矛盾不是一个僵局，而且是恶性循环。她的暴躁脾气让他更加感觉到他无法去面对这样的状态了。所以很简单，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关系想维系下去，还真要适度去溶解婆媳矛盾，否则我武断地说一句，你们今天不散，你们这段婚姻会散在婆媳矛盾。日子过得那么糟心，不可能是一个人的问题。我认为这个事儿还不只是婆媳矛盾，这个事儿4个死结。哪4个死结？我给你归纳一下，它叫高要求、低能力、高敏感、低情商。这4个死结你们同时存在。
高要求。比如说妻子说，孩子要吃辅食，当然要吃辅食，没有任何毛病，但你自己做不了，这就是问题。如果你真的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，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去学？我知道你孩子撒不开手，那么多的妈妈，她在做辅食，她可能别的事儿她可能就不干了，家务可能少干点也没事儿，但我做辅食我一定要学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真的对我孩子好的，入嘴的，我要吃的。你这个明明是你最关心的事儿，但你没有去学，没有去做，你找了个借口说我要做家务，高敏感，低情商。你明知道你老婆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，你明知道可能你爸你妈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人，你作为儿子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给3个人带去的全部都是负能量。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但是你在任何一个关键节点，你大吼大叫。我以前很好，我知道，对吧？我知道这是压力，一直在去说我，一直说我，我肯定，我知道。你看我跟你的对话，你声音提起来的时候，我是把声音压下来了，但是你依然停下了你的声音。沟通不是谁吼得响，谁就能把对方压制住的。你妻子因为她的敏感，她只能吐槽，她只能喋喋不休。这个时候你就算有再大的压力，那么好，这个时候我让你想一想，我让你思考一个问题：一个家庭里面是母亲和妻子的情绪更重要，还是跑滴滴多挣200块钱重要？肯定是情绪更重要。对，但是你没有抚慰他们的情绪，你承受压力的这个时间，你去跑了滴滴，这是你的决策错误。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协调家庭的矛盾。2位，我希望你们听明白，一个好的家庭需要3种人。第一种人是专门赚钱的，第2种人是专门管家的，第3种人是专门宣泄情绪的。结果你们赚钱的那个人没把钱赚好，管家的人没把家管好，宣泄情绪的人干脆就没有。所以日子要过下去，好好听清楚我今天说的这一番话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改良的地方。妻子要提高自己的能力，你和你爹你妈多聊聊，多谈谈天，都不需要说你老婆说孩子，就多陪陪他们。现在赚钱这个事儿不是你们这个家最重要的事儿，所有人的情绪把事儿都聊开是你需要做的事儿。你们2个人知道刚才在台上这状态像什么吗？你们都把自己的耳朵给堵住了，听不到对方，甚至包括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你们2个人都不太愿意听，因为你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就会让你以自我为中心，在这个家里面，你任何人、任何情绪都看不到，你们家里面爱是不流动的。我觉得2个人都特别的委屈，也都想把这日子过好，但是都无能为力。为啥？因为你们除了会埋怨，除了只想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，只想倾吐自己的委屈，根本不想去看对方。你一直说你妻子爱抱怨，你不爱抱怨吗？夫妻2个人就是一面镜子，你看他什么样，你也是什么样。你一直也在抱怨啊，先生。今天我其实更多的是想说说女士，你当妈没有当在点儿上。你去指责你老公、指责你公公、指责你婆婆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指责你自己呢？最基本的一个辅食都不会做的妈，我真的觉得天下没几个。你从来不往自己身上找问题。你说你远嫁，你觉得自己特委屈、特可怜，远嫁有人逼你吗？自己选的吧。没有那个能力，为什么要选择远嫁？到了这个城市生活，你有这个适应的能力吗？没有。你到现在有朋友吗？你在这个城市有自己能够叫得出来吃个饭、喝个咖啡、聊个天的姐妹吗？在这个城市，除了你老公和你公婆，还有你孩子，你还有啥？工作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不知道你是之前做什么工作的，我希望你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，这样你放过了你自己，你也放过了你们全家人，甚至放过了你的孩子。还有先生，我觉得更多的给予一个刚刚生育完、情绪不稳定的一个女人一些包容吧，因为她不容易，她现在很可能是处于在一个特殊的时期，因为孩子刚刚1岁半，女性在生完孩子2年之内的激素都是不稳定的，她很容易哭，很容易敏感，
他很容易对很多的事情都非常的在意，有一些是他生理性的，所以多抱抱你老婆，给她一些爱。在你们的婚姻。我刚才脑子里一直在想啊，就是丈夫的那几个朋友，乍一听呢，哎呦真讨厌，但我仔细一琢磨，我说不对，我说这几个朋友说的哪句话是假的呀？说的都到点儿上，说妻子孩子照顾的不怎么样，说错了吗？说丈夫你这个菜里头放盐放多了，是不是就放多了？哎，那为什么人家说了这些真话不爱听？可老公觉得没问题，我在想，其实他们就好像是一面镜子，你们俩之间的镜子。本来夫妻应该是镜子的，但你们把夫妻的关系当成了放大镜，净看对方缺点了。为什么朋友说你都听，你也不埋怨？为什么？因为的话，就是我知道他们什么样啊。对，这就是开个玩笑嘛。对，人家这玩笑里说的还到点儿上，人没瞎开玩笑，人没造谣，而且你懂，他没有恶意。但是他的那些所谓的你说抱怨，他的那些宣泄的情绪，难道他有错吗？他有恶意吗？没有。但为什么他说一句话你都听不下去啊？在台上他说半句，你马上就抢，你辩解什么呀？你有没有跟朋友那种共情啊？我知道，我懂他，他没那心眼儿，在他身上有没有用到啊？没有啊。所以你们俩先放松吧，都挺不容易的，就互相多一些理解。你们才真正更应该是共患难的朋友，然后去多听一些真实的话。谁真在帮你？婆婆真的是一边哭一边帮你和孩子做饭呀，对不对？真是在帮你收拾你的东西呀。人家真是记性不好，忘了在哪里啊，放到哪里去了呀？没人不能看到人的好，所以先做朋友好不好？先做好朋友，
至少能够理解，能听对方说的话。那接下来您二位呢坐在那儿休息一下，也想想老师们说的话，我们听听下一组嘉宾他们遇到的烦恼，好不好？来，两组嘉宾请交换位置。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，李先生49岁，来自河北网约车司机；乔女士42岁，来自北京财务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我二婚，他未婚，我努力想融进他的生活，走进他的内心，但我发现行不通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他对我很不信任，还时不时考验我，总想安排我。我认为这恋爱谈得挺没劲的。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？别总拿忙搪塞我，你知道尊重人，得有分寸感，谈恋爱就得有好好谈的态度。别那么多事儿，谈恋爱不是道德绑架，彼此要尊重对方的感受。和他恋爱，我压力挺大的。这男士说了，你这谈恋爱得有点谈恋爱的态度。女士说你别那么多事儿，你俩这恋爱怎么还谈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呢？男士是经历过一段婚姻的是吧？是的。大概在什么时候分开的？方便说吗？16年。分开了之后遇到了女士。对。你们两个人谈了几年了？1年多。您是一直没有？对，我是一直没有。对，没有结婚。对对对。咋一直没找到合适？年轻的，可能20来岁的时候有，然后当时可能时机不对啊什么的就没结成，然后就是越待越毒嘛，越待越毒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咋就看上他跟他谈了呢？他是朋友介绍的，就虽然说他二婚岁数比我大嘛，但是又比较疼人，然后呢又有点文艺范儿，然后两人呢接触下来聊的也还挺不错的，然后呢就确认关系，就交往了一段时间。但是交往一段时间，发现反正现在也是有挺多问题的。那你在上一段婚姻当中有孩子吗？有女儿，跟着前妻。你接受有孩子的男人是吧？其实我开始是不太接受的，但是就接触下来，人还是确实不错嘛。然后也一点一点在接受嘛。你有见过他的孩子吗？没有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你俩的事儿啊。这咋了？对一个恋爱态度感觉差距这么大呢？这个说对方事儿多，那个觉得对方态度不端正，这谈恋爱需要有个啥态度呢？我想明确一下。是这样，我们其实在一起有1年多了，但是这么长时间，这个很多事情以来呢，让我感觉他对我们这个关系可能还没有完全认可，然后对我这个人呢，还有包括我的家人啊、朋友啊，也不是很尊重。就说我这个父母的事吧，上次他们过来看我，那看我想这样难得的机会嘛，肯定也要和他见一面嘛。然后第一次跟他约时间就没有约上，他就说他工作很忙。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以后，他们要走了。要走了，我说那临走前怎么样也要安排个时间，怎么样让他们见一眼。这次倒是安排上了，但是这次来呢，人家是姗姗来迟，两手空空，而且最主要的吃饭的时候呢，也不是很能跟老人好好交流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一直一个人嘛，然后又没有结过婚，本来对于见男方父母，我其实不是很想见。然后他第一次约我呢，公司安排出差，然后我就出差了大概也就2周左右吧，正好他又说父母要走了，说见一面。我当时呢刚出差回来，手头还一堆工作，我没想那么多，说还要带礼物啊带什么的，因为我首先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正式的就是会面嘛，你说临时吃个饭，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各种繁文缛节的，还说哎呀你得带东西啊，得这个那，你提前也不提醒我之前又没跟这个男方父母接触过，他老是说我就是吃饭期间我不理他父母，是这样，他父母呢说话我听不太懂，他们聊家长里短的事儿我又插不进去嘴，而且我这边手头上还有一些工作，可能就是吃饭期间我可能还回了一些工作信息啊什么的，他可能对这个也挺有意见的。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尊重他父母不尊重他的，如果我要是真的不尊重，那我肯定都不去了，因为我本来我就不是很想去的。其实你的意思是我没有结婚的打算，所以我没必要见你爸妈，至少现在没有。你说和老人见不太习惯或者怎么样吧？他和我的朋友在一起交流也不是很顺利，因为上次有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吃个饭，这个我叫他一起也过去了，吃饭吃一半自己就走了。
他隔三差五就有这种朋友的聚会，然后还一直想拉着我，我都说了我这人比较毒，我就不愿意跟他的朋友一起聚。而且那次他们坐那儿聊天呢，男人一起嘛，肯定就是喝酒吹牛嘛，那我根本就坐不住。那你站起来走找了个理由吗？还是我没打招呼站起来走？没有，我是先出去，然后把他叫出去了。你有跟他的朋友挨个打招呼说我有事我先走？那没有，那没有。这事儿是这样的，这个朋友呢，原来我们也都是工作关系认识的，那么在一起交流呢，本来也是想彼此能够在生活中能够更熟悉一些，因为我们还考虑未来有一些这个业务上的有更多的一些合作。不是你不是开网约车的吗？原来是创过业的，现在这个开网约车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个临时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工作，对，过渡。他带我去呢，给人感觉是什么？是让我去陪他应酬的啊，我就更不愿意去了。对，就是让我觉得本来上班就很累了，然后那个下了班以后我还得去陪他应酬。哎，那我问一下，女生你会把你的现在男朋友会介绍给你的朋友吗？我现在暂时不太想介绍给我的朋友。实话实说啊，因为他是外地的嘛，就是我朋友可能这方面也会有一些想法。知道你谈恋爱了吗？知道，这个是知道的啊，知道，只是没见过人。但他们不问嘛？哎，你那男朋友干嘛的呀？问啊，对，你怎么回答的？那就只能说他的优点，就比如说比较疼人啊，比较那什么呀，就是简着说，就说白了不说职业，对不对？不说全貌，对，可能就也不一定说不说职业，可能就是说之前创业什么的。那我再追问一句啊，您说，你不提的是一个是不是北京人，二一个他现在的职业，还有什么？可能他离婚这个事儿也，他离婚并且还有，对他主要离婚还好，主要他有个孩子，这3件事都不想提。对，但这3件事都是关键。上次呢，他这个在出差的时候呢，我刚好呢就自己安排了几天的休息时间，我说我正好到他这出差这个地方，抽个1、2天玩一玩。结果倒好，我去了之后呢，最后只聊了不到20分钟，然后他说他还忙，没办法，我就只能打道回府了。他特有意思，他是什么？他是订好了票，告诉我说啊，我明天要去你那边。然后我之前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这次过来出差就比较忙，可能没有时间陪你。然后呢，他说他订好票了，提前也是说了的，但是你是跟我说要来，我也告诉你说不太方便了。然后他订好票了，我也不太好说你把票退了。我说那你就来就来吧。结果他来了以后，到我公司楼下，我这边还在加班呢，领导们都在那儿加班。然后我就下去就是陪他聊了一会儿嘛。然后这边电话一直催，然后他还想让我陪他吃饭。我这边工作没完，我肯定也不可能就是陪你去吃饭嘛。我说要不然你先玩2天，你自己先玩2天，等我这边的工作忙完了，然后咱们再去玩玩。结果他生气了，他当天晚上就走了。在哪儿出差呀？那个西安。哦，还挺远的。对，从北京过去的。对啊，对，正好说我说没去过，正好凑这个时间。人家是跟着公司出差的去，出差工作。不是你去酒店自己待会儿歇会儿不行吗？晚上他也得。问题第2天他也没时间呢。那这赖他嘛？那当然了，人第2天上班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待下去了呀。是你要去的呀，是你主动去的呀，你就没必要去。那我就回来了吗？哎，对呀。其实他做这些事儿都是想证明我在乎他。对，哎呦呵，你都懂。但是我工作呀，那我工作我也不能把工作全扔到那儿去陪他。他赶到西安，想制造一种浪漫，但是他在工作过程当中，他是不是一直会做这样很多测试型的事情，测试一下你对他的感情？对，我觉得是的。其实不能这么说。对，他老说不是，我觉得是，就是前阵子他摇中那个北京的车号了，摇中之后呢，他其实买个十来万的车，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他跟我说他没有钱，他要跟我借钱。我觉得一个50左右的男的了，连个10万块钱的存款都没有。我觉得他就是想测试我，看看，就是还是为了证明我是不是在乎他。你借了吗？没有。但是我刚好手头就没那么宽松，一下资金周转不开。差了几万块钱。那网上那么多平台，你不去试试，然后开口找自己女朋友一样，合适吗？另外还有你的亲友、你的父母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呢说来就话多了。我上一个公司2年多前这个我关闭，其实就中间经历过很多繁琐的过程了。该借的地方都借过了。对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。你找他借多少钱？也就5、6万块钱吧。5、6万啊！你想买一个多少钱的车？多少钱的车？就是个 B 级车吧，是17、18万、18、9万这个样子。17、8啊，你差5、6万。对。哦，找他借，他没借。如果将来我们走在一起，它也是家庭的共同财产嘛。而且况且这个，毕竟我们说现在也没有说结婚嘛。那没必要如果走不到一起，这钱什么时候还？其实借不借钱是一方面。
是不是怎么样确认我们之间这个关系和对我这个确认，这是另外一方面。对，这还是测试嘛。对，他想的没错吧？对，我就觉得他是测试。就当时介绍人介绍的时候说的是说没房没车，然后呢也没什么存款，那也就是觉得人好嘛，对吧？咱们不想那么多。结果接触一段时间，发现他廊坊那边有套房。他是这样的，这几年他首先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大额的优良资产，第二个呢，我还要考虑未来这个家庭啊，这个反正这房子不值钱，它就不叫房了，是吗？它叫房，这个没错，对吧？那你算是有一套房，你说他没房没车，他其实有房有车的是吗？车可能是没有，因为他那个网约车是租的嘛，但是他那个房子是有嘛？有的啊。对。那女生就是还有什么事儿是让你觉得说，你感觉这个男生好像都是在测试、在算计的？各种的事儿，他不是老想结婚嘛，然后就谈到这个婚前财产公证这个事儿了，然后他就问我觉得是不是人家之前前妻或者因为这个事儿有什么，就是对他有什么影响还是什么的？我说那做一个也没问题啊。结果他生气了，他特别生气。其实我跟他聊这个事儿，只不过是我也是在想听听他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和态度。我个人是不支持的。但是正常人的想法就是你问了，那肯定是你想做，你才会问。大哥，你问这个目的到底要测试什么？其实就是要彼此增加一些了解，因为我想这个话题多少。你想了解什么？了解大家对同样的，比如说现在这个作为一个恋人也好，夫妻也好，三观是不是大体相当，的价值观也好，或者大家的观点是不是比较一致？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，如果现在是女士找您借钱买车，您借吗？比如说我们如果已经明确是要结婚的，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个车就你们现在的关系，您借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走到这里，你就回答借不借就行了，别是这样的。他解释的意思就是不借不用解释了，他其实说他已经说明白了。如果说我们是要结婚的，可以。那么现在好了，你应该理解他了。理解他了呀，那他又没和你要结婚，所以不借你嘛。那个时候矛盾没有激化的，所以今天到现在的程度，你说不借，当然了。哎，他对你有大方过吗？给过你钱吗？要说大方，那真是有一次大方。因为我呢是不太喜欢小孩的，然后呢他呢是特别喜欢小孩，就是这段时间呢我也考虑说能不能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以后走到一起，然后也生小孩，他跟我说你要是以后生孩子生一个我给你10万，生2个我给你30万。然后对他不光是画饼，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物化女性，拿女的当生育工具，这么大岁数了还要生2、3个孩子。就是你连个5万10万都要管我借，然后你一说生孩子，直接甩了30万，但我真是不能理解。这个事儿确实是代表我一个真实的态度。但是呢，我问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：如果跟你结婚，是不是必须要生孩子？是。不生孩子行吗？不行。所以不生孩子的话，意思就是这个女人我不会娶。对。今儿来我们这儿是要干啥呀？想解决啥事儿啊？他呢是想结婚，但是我目前是不太想结婚。然后他呢是一直给我安排各种的，什么见他朋友、见他父母，包括生孩子都给我安排好了。我觉得如果要说他继续这样不改的话，我觉得交往下去也很累。你让他改什么？就别老控制我，别老什么都想他给我安排好。那男士你想解决啥呀？我想到这个年龄啊，这个能开始一段缘分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所以说呢，我想能够把问题解决或者化解掉，那我还是希望，对吧？能够奔着好的方向去发展。那你觉得女方需要改啥呀？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为，因为其实很多都是一个习惯，性格可能和一些观点上的一些差异啊。你觉得女方爱你吗？我现在也是有疑虑的。其实我们因为你爱他吗？我们过去因为你爱他吗？你直接回答。好了，我曾经很好过。来，接下来，你当初喜欢他什么？其实总体接触下来的人的，尤其在初期的时候，大部分情况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一起还是不错的。你喜欢他什么？你喜欢他比你小7岁，可以再生一个孩子。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好的，就到这儿。那女士，你当时喜欢他，你说的是因为他幽默。一个是幽默，二一个是我觉得他性格比较好，又比较会疼人，对，会疼人，对。你都没接触他，怎么疼你呢？因为是这样，他的工作不是相对时间比较自由嘛，他会去周边的饭店啊什么的，点一些堂食的菜，然后打包给我送到公司去。外卖员啊。
那我们先来问问同样来求助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啊，你们俩怎么看呀？他俩能结婚吗？你们觉得？我觉得的话，目前不太能结婚，因为那个男士的话有很多的话隐瞒，我觉得有任何事儿的话都要先跟女士说清楚吧，还是？这两位三观可能不太合，然后呢，大哥有点虚伪，姐姐呢可能是没有奔着结婚这个目标走。哎，这大哥跟你老公比起来，你觉得咋样啊？我老公好一点吧，你老公更好是吧？好，来，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。现在有一种说法，再婚男人最有面子的，那就是娶大龄未婚女人。朋友聚会应酬，你把他叫去，也就是为了面子。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看到了你对这一段感情的小心翼翼，也看到了你的急于求成。很多你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就像西安，你认为是制造浪漫，对他来说是给他带来麻烦。虽然你说1年多了，但是这位女士，她内心分明感受到，在这一段恋情当中，她力不从心。爱情它不是捆绑，它是彼此成就，你们成就不了。我最后也提醒男生，你在这一段恋情当中没有释放出多少的爱情，你已经让他一目了然，像一张白纸的看到了。你也是充满功利心的，您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的，但是今天很显然，这样的如意算盘在他面前不奏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真实的身份是一个会计。你们俩人今天在台上把喜欢和爱表达得很淋漓尽致。喜欢是忍不住想要靠近，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。你们没有无怨无悔的付出，但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喜欢是有的，爱确实没达到。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会相互之间喜欢呢？因为你们恰好是2种完全不同的人。乔妹，她是一个筑墙少女，她那么多年，她刚刚说了，读的时间太长了之后怎么地，其实就是不断筑墙，把墙越筑越高。她在墙里面，她是非常自洽的，所以她是很通透的，她没毛病，她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她有朋友，过得也很舒服，有你没你，她都可以过得非常的舒服。你不是，你刚好相反，你很自虐。你别看你朋友多，你又得一会儿要考虑，哎呀，我和他是不是真心交朋友？一会儿要考虑我和他有没有项目可以做，一会儿要考虑谁是我的资源，一会儿要考虑我要给别人呈现出什么样的价值，一会儿要考虑我那贷款怎么办。所有的事情你都在拧巴当中，所以你们两个人，你看，内在你很拧巴，他很通透；外在你好像看上去是非常的开放，他是筑墙的。但正是这种不同，导致了你们之间相互的喜欢。这个时候好了，你看你的一个需求坏事了，就你要生孩子，而且你要抓紧时间生孩子。这个需求导致你们今天走到这儿来，因为你在一段体面的感情里面加入了一点不体面的欲望。这个欲望，他现在接受不了，将来可能也接受不了，而且如果要接受你这个欲望，必须要把你们之间的关系从喜欢转化成爱，从爱转化成婚姻。那么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们两个人就必须要长期的生活在一起。那么好了，完了，为什么？你和他两个人之间不同的性格、不同的生活状态、不同的行为方式，本来因为距离不会出现任何矛盾，现在必须要交叠，就必须要产生各种的矛盾。正是因为你刚才说的我要孩子这个事儿，这个欲望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改变。所以这个时候你逼着他做一个决策，就是我还要不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和你的关系能不能从喜欢变成爱。从目前的角度看，他似乎是不能。所以你们两个人相互喜欢没问题，要相互爱差点火候，要结成夫妻，我目前看我认为没有可能。我觉得你俩离分手不远了，但是我是想说的是什么呢？
女生既然已经空窗期到42岁了，就别将就。你不能说看到一个不讨厌的男人，然后就跟他试一试。我觉得这是在消耗你自己。你也说白了，就是你无论是按照你的要求、你的标准、你的条件去找他，一个不符合；按照你的爱呀、按照你的喜好呀什么去找，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所以你很多的东西，你比如说他为什么会说你恋爱的态度有问题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你最起码态度稍微端正点儿，就是你装你稍微装一装，你现在装你都不想装，见父母啊推脱啊，见朋友掉头就走，哎，我追到那个西安去，你说你工作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在他看来，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态度端正点儿？谁谈恋爱会说出态度稍微端正点儿？掩饰都不想掩饰的时候，我觉得就还不如分开吧，就别再耗着了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他离过婚，有孩子，其实在你内心深处，你完全不接受。是的。这个未来怎么相处都是个问题，你把这些问题全都抛开一边不想，所以你们俩现在活在真空的世界里，那边幻想着，哎呀，这个给我生孩子，你自己那个孩子还没养活好呢，你这边又让别人给你生，怎么可能？你们就不要欺骗对方，也不要骗自己，真诚的面对自己，面对感情，面对未来。我觉得无论到哪个年龄阶段，只要真诚，相信爱情依然存在，你一定会转角遇到爱。大哥呀，我觉得你整个人让我觉得你特像一个机器人，你是设置了程序。我现在要找老婆，然后我要生2个孩子，我的目标必须得怎么样做到，我不管他的感受。这就像你在没有经过乔女士的同意，对吧？邀请她见您的爸妈，然后带她去见您的朋友，这些都是您的节奏。您想的这段关系我要怎么去推进怎么做，但是你根本就忽略了你的另一半，他愿不愿意，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。所以我觉得您在刚刚描述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所有的行为没有爱，只服务了自己的目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会让女方觉得什么，她没有感受到被爱。就包括可能您想买车也是为了自己的事业需求，但是你开的这个口的时候，会让女人觉得你不够爱我。另外的一个点就是在这个相处过程当中，您稍微有点跌位了。刚刚乔女士说了啊，这个又杀到西安去，不经过人家的同意，然后安排这安排那，您已经是孩子他爹了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干嘛多听听他的意见，他想要什么，倾听他的声音，你们的关系才能走下去。因为追女人要攻心啊，这个是需要您去琢磨的一点。还有一点，有些观念有些话题不要随便聊。您就是个大直男，什么婚前财产公证咋啦？你肯定不会在台上承认我看上你北京什么房子，北京的什么车，肯定不会去说这些。但是你问出这个话，会让女生体感非常不好，因为现在谁有资产，谁有钱，是乔女士，不是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她站在女人的角度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做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，你想去做测试，但是你这个测试是打自己的脸，所以有些话不要提，不要问。在这段关系里面，你所有这种理性背后，你所有动作都是你不断的想去对方去寻求，我想把他抓住。但是当一个男人特别想去用这样的方式抓住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他就没有了魅力。再说一下乔女士，我觉得您非常清醒，我要点个赞。我觉得没有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，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还是要追随自己的心，到底是进入婚姻还是不进入婚姻，都是您的选择。但是最终只有一条，我要我快乐就好。谢谢木姐。那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木姐的观众朋友呢，大家有一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啊，你们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木姐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添加关注就可以了。那大家可以回复“爱情保卫战”这5个字，就可以获得新人礼包。你们俩之间关系我不想探讨了，因为都摆在那儿。我也相信李先生看得懂。49岁，阅历颇丰。但做出如此貌似不明智的举动，比如说一定要把这个家生饭呀呈给自己的父母、朋友去看，我觉得让我想不通。因为你看啊，就是明显你们是不可能的，你知道的。即使你通过你的甭管是手段还是方法，然后在一起了，也一定会分。
因为太不合适。2种选择，我的建议啊，第一呢，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别谈恋爱，更不要想什么结婚要子，你踏踏实实的先把事业这块做好，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。如果你在一件事情上你都做不成功，你试图也可能会用其他方式去改变现状什么的，这个方向就错了。踏踏实实去创业吧。其实您说的我赞成。对，你只有这一块就是你能真正的站住了，对，你才能有更多的吸引别人的优势吧。是的，而不是说我能给你送饭就能改变的，核心在这里，这是一条路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如果你做不了别人的恋人或者丈夫，先做好父亲。对，我给你就是这个建议，因为我们同龄人，我也很赞同。对，其实我们做决定一定要成熟，是，我们要明智，我们不要做那些让别人误解或者拧巴的事，自己也不开心的，好不好？是的，是的，加油！谢谢曲总啊，同样也感谢我们今天的2组嘉宾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你们都回到门后，想一想老师们刚才说的话，然后决定要不要出来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第1组嘉宾，他们2个人是否会出来呢？来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他们肯定会出来。果然出来了。对比了一下之后，发现老公还可以。有啥想说的吗？你们2个人？我觉得老师说的也挺好的，然后以后的话，我的脾气的话也会改，然后2人互相沟通。对，多多包容，多多理解他。好了，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好了，请亮灯。抱抱感觉怎么样啊？感觉挺好的。你呢？你可僵硬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期节目你俩一定看。看完以后，你们感触会非常深。好，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生活幸福。谢谢老师。再见，来这边请。好，那我们揭晓第2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，要告诉一下。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有福气了！打开微信，扫描屏幕当中的2维码，去添加我们的天视福利官，参与看电视抽大奖的活动。我们为大家精心的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奖品，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满满的祝福和心意。赶快行动去赢取属于你们的甜蜜惊喜吧！好，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不会出来。出来的可能性都没有。好的，是不是啊，陆琪老师？我觉得在哪个年龄阶段都应该要相信爱情的存在。对呀。所以呢，不管怎么样，千万不要将就，不要凑合。看电视选广电，办宽带选广电，用手机选广电。本节目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。非常感谢我们几位老师，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